要做生滚粥就要有粥底，那可不是普通的白粥，要用有味粥底，堪称美粥。欢迎来到阿里厨房，今天咱们就来做这个生滚粥底。先把差不多5升的清水烧上，如果讲究一点的话，那就要用猪骨先熬成骨汤，家常嘛，咱就省略这一步了。开火让它先烧着，再来准备200克鲜米，也就是这种长粒米，也叫油粘米，例如冒芽粘、鼠芽粘、丝苗米。短短胖胖的精米粘性太大，不太适宜煲这种粥。那你喜欢那种黏黏糊糊的口感，用精米来做也没毛病，这没有绝对标准的，自己喜欢就好。洗干净了之后，加进去3-5克盐，10克8克花生油，再来一点皮蛋，一点点就够了。按比例的话，1个皮蛋可以煮上100斤粥。你在家里煲粥有没有放点皮蛋的习惯？加一点皮蛋可以提升粥水的香气，同时利用里面的碱性物质，能够缩短成粥的时间。拌匀了，先放一边腌一会儿。等这边水开了，就把米倒进去。再沸腾起来的时候，可以看到边上有一些浮沫，先把它撇掉。再来洗一根腐竹，有20克那样吧，不用泡，冲洗干净表面的浮灰就行。掰碎了扔到锅里，这样就可以让粥水带点豆香气。会不会有个疑问，为什么现在不放点骨头进去一起熬呢？也不是不行，但你要很有耐心的经常搅拌一下，因为骨头重嘛，会压着米粒在锅底翻不起来，就很容易粘底糊锅。调整火力，保持这种翻滚的状态，这样米粒会在水里快乐的戏耍，根本不会在底下停留，自然就不会粘底糊锅了。不用看着，也不用搅动，该干嘛干嘛去。30分钟后来看看是什么样子的，这时候的浮沫就不用撇掉了，那可是米油啊，米油晒参汤，好东西来的。搅一搅，没有粘底的迹象，米粒刚刚开口，还能找到整片的腐竹，这个阶段通常叫开口粥。只要稍微静止一会儿，就会出现米水分离的现象，也能吃，也有人喜欢吃。正常情况下我是不会吃这种粥的。现在食材的香味已经出来了，可以放几片姜进去，压一压豆腥和蛋腥气，接着该干嘛干嘛去，让它继续翻滚。又30分钟后再来搅一搅，没有粘底的迹象，这时候的腐竹已经基本化开了，粥水也有那么一点样子了，对我来说还是差那么一点。让它继续再翻滚一会儿，又过去差不多30分钟。自炼淀粉已经充分的溶解到水里了，能看见的米夸就是直炼淀粉的骨架，它的密度比粥水还小，能悬浮在粥水里，即便久放也不会出现米水分离的现象，听着沸腾的声音都不一样。那么这个粥底就算做好了。接下来咱们就简单做一个生滚皮蛋瘦肉粥。皮蛋是刚才用剩的，瘦肉最好用夹心肉，肥瘦相间，弹牙爽口。1人份的，习惯放多少就放多少。给点盐，一点点生抽，抓匀了。等盐化开了，手上传来黏腻感就行了。不用上淀粉的，粥水是自带润滑的。最后给上一点花生油，拌匀了就可以用了。从大锅里舀出来1人份2碗左右的粥底，加到灶上，开火，再次煮沸腾了，加点盐进去，咸淡自知哈。皮蛋先进锅，打散，再次沸腾起来了，瘦肉进锅，搅开打散，注意搅拌防止粘底。有1-2分钟，再次沸腾起来，就可以起锅了。再来上点姜丝、胡椒粉和葱花，
砂锅具有很好的保温性能，所以端上桌的时候，它其实还在加热了，到吃的时候成熟度就刚刚好，可以开吃了。来来来，粥水绵滑清爽，肉片香滑脆嫩，粒粒米花在嘴里幸福的荡漾。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碗，整一天都是元气满满的。生滚粥吃的就是食材的质感，好处就是想吃啥就滚啥，家里有3口人，咱就可以做3种口味出来，这也是它能够在食肆中长流不息的原因。剩下的粥底如果吃不完，趁热盖上盖子，不要动它，即便是夏天也可以安全过夜的，第二天也不会出现米水分离的现象。下期咱就用这锅粥再做2款生滚粥。我是阿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